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，中国人骨子里总是讲究落叶归根，自己是那片叶，家乡则是那枝根。无论身处何方，人们总是会想方设法回到家乡走一走，看一看。若是不能回到家乡，就会故乡今夜思千里，愁鬓明朝又一年，心中总有无限哀思。然而我们的伟人邓小平，从他15岁离家开始，在往后的78年里便再也没有回过家乡。邓小平同志曾先后9次回到四川，但每次都是匆匆的来，又匆匆的走，始终没有回到故乡广安。古有大禹3过家门而不入，今有邓公9回四川而不进广安，这不免让人疑惑，为什么邓公从不回自己的故乡呢？接下来本期视频就和大家一起揭秘邓公78年不回家乡的原因。在此之前，请各位看官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以便观看后期更新的精彩视频。邓公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，在广安县的邓家老院子里，邓公度过了他美好而又快乐的童年。透过邓公的故居，可以发现少年时期的邓公是如何在这里生活的。房间内的摆设全都井井有条，厚重而不失大气。柏木制作的书桌，朴素典雅的木床，这都表明邓公的家人十分喜爱他。除了物质生活上给孩子最好的，也不会忽略孩子的教育。邓公5岁的时候，父亲邓少昌就把邓公送到了私塾学习。邓公从小就很聪明，总是会问私塾先生问题，并且刨根问底。在这时，私塾先生便会尽力回答。父亲邓少昌对教育的态度是，除了学好课堂知识外，还应到处走走，要增加知识，还要见见世面。因此邓少昌并不局限只让邓公只读死书，他认为教育最重要的是学习的东西要与时代接轨，能够真正的帮助到身处的时代。在一定程度上，邓公父亲的这种想法对邓公能够接触到新思想，进而加入中国共产党有很大的影响。父亲邓少昌一直践行着这套教育理念，从小便对邓公言传身教。在很小的时候，邓公就有了救国救民的想法。后来广安县又开办了一所新式学堂，里面的老师都是具有进步思想的人。邓少昌认为新式学堂教授的内容十分适合邓公，于是便将邓公送往学堂里。在那里，邓小平接触到了新思想。早期的童年教育经历为邓小平同志后来参加革命打下了基础。1918年，邓公产生了去法国留学的念头，因为在那里他可以接触到更多国内没有翻译的哲学书籍。但是母亲却不太同意，因为他害怕自己的儿子在外面受欺负。但是邓公明白，不离开父母的羽翼，到别的地方进行学习，便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。1920年，邓公顺利劝服母亲，只身一人前往法国学习，在那里边打工边学习。邓公在法国拼命学习，不断吸取养分。1921年，中国共产党成立。不久之后，远在法国的邓小平同志便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，在旅欧共青团支部工作，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生涯。直到1925年，邓公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成为共产党员以后，邓公每天都会奔波在反帝爱国活动的第一线。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，邓小平同志便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广安。其实邓小平同志在革命的岁月里，他不是没有回到过四川，但是却都是因为战争没有能够回到广安。后来新中国成立，邓小平同志不必因为战争而回不了家，但是他却主动选择不回故乡广安，并且拒绝了别人的邀请。1978年，邓小平同志携夫人卓琳来到四川视察工作。2月2日，邓小平同志在四川成都会见了时任广安县委办公室主任的邓玉志。邓玉志汇报完工作情况后，趁机对邓小平同志说道：“全家乡人都盼望邓副主席回到广安检查指示工作。”邓小平同志听见邓玉志这么说，却没有说话，只是看了邓玉志一眼。不过邓小平同志的内心完全不像表面表现的那样平静，早在看到老乡的那一刻起，心中就激动不已。后来听见邓玉志
让自己回乡做指示，邓小平同志更加不能够平静。这么久没有回乡看看，哪能不想家呢？可是他知道自己不能这样做，所以什么也没说。与邓公相处了半辈子的卓林，一眼就看出了邓公心中所想，赶忙接过话来：他很忙，你们这么远来看我们，回去向县委和百万父老兄弟姊妹表示感谢。这是第一次邓公拒绝了邀请，主动选择不回乡。1986年，邓小平同志拒绝了第二次邀请。2月份，邓小平同志再一次来到四川，不过不是来视察工作，而是来过春节。期间，邓小平同志接见了广安县县委书记罗国兴、副县长王洪俊等人，一顿饭大家都吃得很开心。对邓小平同志来说，是因为见到了老乡，其他人则是因为见到了他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而开心。午饭结束以后，罗国兴提出请邓小平同志回家乡看看的想法。邓小平同志的陪同人员王震说道：小平工作特别忙，恐怕没有时间回家。邓小平同志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道：请你们回去，代我们向家乡的人民群众问好。不过罗国兴没有放弃，下午3点，在结束与邓小平夫人卓琳的座谈以后，再次提出请邓小平同志回去看看的请求。卓琳深知丈夫的想法，便回答道：我们回到了成都，就等于回到了家。其实家里人也劝过邓公，让他回广安看看，可是邓小平同志怎么样都不答应。邓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在《我的父亲邓小平》一书中写道：我们姊妹几个都很想回家乡看看，跟他要求过好多次，可他就是不让，他自己不回也就罢了，也不让我们回去。世人都对邓小平同志不愿意回广安充满了困惑，怎么会有人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呢？渐渐的，各种猜测都在社会上传播，其中人们最相信的便是这样一套说法：邓小平是一条龙，广安只是一条渠江，从渠江入了大海的龙是不会回头的。其实邓小平同志关于自己为什么不回广安的原因，在一次采访中有所提及。1988年6月，四川的自贡灯会在北京北海公园展出，邓小平同志坐在一艘游船上，带着小孙子一边泛舟观灯，一边向小孙子介绍：你看，那是家乡的龙灯。在一旁采访的广安籍记者郑兴光看到邓公的神情，便知道邓公十分怀念家乡，于是他忍不住问道：主席，这么多年您一直为国家和人民奉献着，休息下来的时候，您就没有想过回乡看看吗？邓小平同志沉默地摇了摇头，随后突然吐出了2个令人不敢相信的字：我怕。邓公面对千军万马、凶恶残暴的敌人没有怕过，面对咄咄逼人的国际政要没有怕过，面对国家的发展生计也没有怕过，现在却害怕回到他日夜思念的故乡。听上去或许有些离谱，让人难以置信，但是邓小平同志的理由并不是凭空捏造的。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说：后来父亲告诉我，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。长女邓琳也佐证了这个说法。我父亲说，回去这个找你办事，那个也找你办事，太麻烦。1986年，在邓小平和幺舅谭以新的一次谈话中，邓公也提到，当时谭以新问邓公为啥不回去乡里看看嘞？邓小平回答：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。儿时的美好回忆仅成记忆了。我记得离家时，广安只有60万人口，现在有100多万人了，惊动不起哦。没有人不想回到家乡，即使是邓小平同志这样的伟人也会思念家乡。但是主席回家乡可是大事，这势必会给百姓带来不便，劳财伤民。广安县并不是一个小县城，经过改革开放，人口更是得到了显著提升。依照我国人民对伟人邓公的尊敬崇拜，如果见到本人，一定会拿出最好的方式来迎接邓公。邓小平同志一直崇尚以民为先，定然是不会让自己回乡的小事而麻烦人民群众。除此之外，工作忙碌也是一个原因。当时中国国内还处于发展的阶段，各种民生问题都要想办法解决，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的有效管理缺一不可。国外则对中国虎视眈眈，可谓是群狼环伺，这也让邓小平同志无法分散注意力。再就是邓小平同志的身体健康也是一个问题。那时候交通方式并不像现在一样多种多样，
人们出行用的最多的就是火车，从北京到四川需要花费很久的时间，老人家的身体无法担负起长时间的路途。以前是因为频繁的战争导致邓小平无法回到家乡，现在却是因为邓小平同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，致使邓小平同志无法回到自己思念的家乡。虽然邓公78年没有回到自己的故乡，可是他依旧对故乡爱得深沉。他时刻关注着广安县的发展，拿到广安县的工作汇报，总是会认真查看，叮嘱干部们利用好当地的资源，努力发展产业。邓小平同志对家乡的情感毋庸置疑。他的警卫秘书曾说，可别看他不回四川广安，但是心已经回去了很多次。小平同志之所以没有回去，是因为他考虑事情比较全面，尽管没有回广安，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，是因为他太爱广安了。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，人们在他的故乡广安立了一座铜像，用这种方式让邓小平同志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家乡。广安县人民也十分爱护这座铜像，因为这是始终为国为民奉献的伟人邓小平。